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当川普把委内瑞拉给端掉之后，现在传出的消息是，他要派他的国亲卢比奥进入到委内瑞拉去干嘛？当总督。想说当总督没有什么嘛，不就去管理一些事情，或者是现在的政府比较混乱的情况之下，美国可以帮忙，尤其是什么，他的石油事业可以交由卢比奥来打理。但没想到，这个总督的字眼一出来之后，卢比奥现在在网络上面被恶搞成什么样子？你可以看到，现在这种合成的照片非常的多，他直接穿上那种古欧洲那种这种所谓总督的衣服上去。大家想说，你到底在恶搞他什么？原来关键就在于他的英文用字上面非常的有猫腻。我们过去讲总督，我们用的是什么 governor， 但是没有想到华盛顿邮报它用的是它是叫什么？它用的是 viceroy。它 viceroy 的概念是什么？它是一个拉丁文，因为 roy 它是这个君王的意思。他当时用这个字眼是这种古欧洲时期对待殖民地派总督进去的时候才会用的字眼。这代表什么？他真的要把委内瑞拉搞成跟他的殖民地是一样的，而他真的不是说的，因为当他把这个所谓委内瑞拉变成殖民地之后，川普就在西半球他称王了，而称王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石油给搞好。所以你看到 Bloomberg 他怎么形容？他说川普现在拥有了自己的石油帝国。他等于在西半球掌握了所有的石油，这个石油是占全球的40%，等于是他可以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他可以来操纵这个所谓的石油的价格，完全不怕其他人。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这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宋哥，我真的是快笑死了！今天这一张卢比奥的照片，各种被恶搞，跟什么一样？对，派总督没有什么嘛，原来这总督的英文单字真的是有奥妙的。对，没错，川普拿下了这个马杜洛，还有拿下了委内瑞拉之后呢，他现在变成是全世界的石油帝王。为什么呢？我们看，事实上根据这个 Bloomberg 就说，你看，川普现在有了自己的石油帝国 ，Trump now has his very own oil empire， 石油帝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加上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蕴藏量有全世界20%，加上目前为止美国掌握的全世界大概40%，有轻原油、重原油，全部都在我的掌握之下。未来呢，石油的报价完全是川普一个人说了算，听我的。对，没错。那好了，那当然川普不可能直接去管这个委内瑞拉嘛，所以现在有一个传言就是说，他要任命一个新的总督。就是叫卢比欧，所以现在卢比欧来说的话，就是其实不是叫总督啦，他事实上是要委任他去管理委内瑞拉的可能石油啦，或者说可能政情啦，在路上由他来这个托管的时间点。好，但是你知道这个华盛顿邮报就用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字哦，他用一个字是怎样？Viceroy of Venezuela， 好，就是 Viceroy 来说的话，事实上这个字叫做总督的意思。好，那总督的意思，所以今天大家恶搞了这个卢比欧嘛，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卢比欧，你看总督的样子，你看就是总督，这是以前的有够帅的。以前的西班牙殖民的时候，或是各式各样殖民的时候，总督的这个样，总督就是可能穿着军装，然后会有一个佩剑，然后那个就是很英气挺拔的这个样子。好，你看各式各样恶搞卢比欧的这个照片就出来。好。你知道为什么叫 Viceroy 吗？对，事实上以前来说，如果是英文的话，应该用 Governor。那 Governor， 但是问题是 Governor 是什么？英女王任命的海外的总督叫 Governor。但是呢，当时的西班牙所任命的中南美洲的这个总督就叫 Viceroy。那么因为委内瑞拉是在南美洲嘛，所以他故意用了 Viceroy 这个字。对，那这个字来说啊，当然意思是什么？川普你现在就是皇帝的意思啦，所以等于是他这个一语呢，讲到他是这个所谓总督，还有这个川普是皇帝，而且委内瑞拉的人就是被我给殖民的，因为老子就是皇帝。对，没错。好，这个赵好都把这个关系讲出来。好，但是啊，我现在是皇帝，对不对？皇帝来说，当然要杀鸡儆猴。虽然这几天的时候，马杜洛不是被抓到美国去了吗？对，被抓到美国的时候，你看这个川普他们就很故意哦，就让马杜洛夫妻呢。当众游街，然后又为什么要当众游街？我跟他讲，这就是要告诉你，你惹了我川皇的时候，我不止把你抓下来，对，我要让你呢连你的尊严都没有的一个状况。刚刚你会说，你看他也是让你拍，对，让你拍到他的样子，对，而且你看你还可以镜头 zoom in zoom out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马杜洛还有他的夫人在后面，两个人很狼狈的这个样子，然后就给你拍得非常清楚，对，然后让这个全世界都看到说，你看他们两个夫妇，不听我们老美的话，最后下场就是这个样子，你看。
全程都给你摆拍，全程让你拍，好，你要拍多少有多少。好，那除了拍多少有多少之后呢，你看他们还被游街，就为什么游街？那他从这个监狱出来，然后要到法院的过程里面来说，你看他们美国这个画面是什么？是空拍机。对，没错，空拍机一路哒哒哒哒哒一路跟着你。对，你真的完全不会怕是啊，那为什么？那一定是美国允许你拍嘛，对，要不然你说监狱旁边怎么能够飞空拍机？一定是这样，空拍机或是说你要直升机都让你拍啦。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好，那让你拍，然后他们就后来就搭了直升机就离开了画面。你看，全部都让你摆拍，所以也就是说，事实上他们后来抵达法院的这个过程来说，全部都让你看。所以等于是马杜罗，你要给我游街，我要让你游街，让你的这个尊严损耗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现在对川普来讲的话，我们这一次这个不是入侵的这个委内瑞拉抓走马杜罗，现在委内瑞拉人民来说非常开心。你知道为什么非常开心？第一个，当然马杜罗过去他本来就选举的时候得票都比人家还差，他得300万票，然后对手得600万票，然后他说我赢了，很多人当然对他本来就不开心。另外第二个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台股不是大涨吗？但我跟他讲，台股拍谁？我们涨幅太小。那委内瑞拉因为马杜罗被抓之后，你看股市连续大涨啊！你看连喷吗？连喷好几天啊！你看这喷了那么多天了。你看哦，从这边第一天一小根，对，第二天已经很夸张了，越喷越多。第3，对，第4，第5，对，没错，直接到一个高潮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大家之前都预期说马杜罗会被抓，马杜罗被抓的时候，大家完蛋的时候，那马杜罗被抓之后，可能过去美国或是全世界对委内瑞拉的这个管制就会放松嘛，还甚至可能石油王朝会进来嘛，所以那股市马上就大涨。尤其是他被抓了第一天之后呢，第一个交易日股价居然大涨了16.45%，那从低点到现在为止来说，涨了大概70%。所以也就是说，大家都已经预期涨了70%，对，大家都预期马杜罗挂了之后，事实上对委内瑞拉是一件好事啦。所以你知道，他们目前为止来说，委内瑞拉人民至少从股市的这个状况来说是欢迎马杜罗被抓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川普这一次来说，虽然美国内部也很多人这个上街头是说啊，川普你不能够干涉人家内政，很多人在游街啦，对不对？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民调，它真的上升了，你知道。因为这一次下令这个逮捕这个马杜罗行动来说，共和党有65%支持他，对，然后民主党还有独立人士支持于11%跟23%，民主党本来就不支持他，但是他的整体民调已经到42%，42%比他前一阵子去年年底的时候约莫是39%，上升了3%，所以川普这么爽，对，所以等于是你看，我名利双收了，对，没错，不但收了这个石油，收了这个还有比特币，然后还有一个任命一个 Viceroy 之外，我的民调也往上升。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我跟他川普早就已经铺排好了。你看，现在不是媒体就传出来说，事实上在马杜罗垮台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川普就已经有跟这些石油高层，他有跟石油高层有见面。对，譬如说今天假设你是这个艾克森美孚石油老板，我跟你说，这个赵和，我跟你讲。你应该可以好好准备要去这个委内瑞拉投资的。然后当时他们都听了一头雾水，说怎么一回事？事实上他已经暗示，现在这些石油高层才恍然惊觉啊！你早就已经在暗示说，而且是这个任务前的前1个月哦，对啊，早就跟你讲了，对啊，所以各位做好准备啊，我们要起飞了。对啊，我说你起飞什么？我不懂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包括康菲石油啦、艾克森美孚石油、雪龙啦、雪佛龙，他们都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做好准备了。所以现在你知道，因为这一次打下了这个马杜罗之后呢，现在他们说，你赶快去吧。所以听说现在呢，美国已经有非常多的投资家在今年3月就要第一批飞过去了，可能就把这个大笔的建筑的啦、观光的啦、石油的一大堆就要进去。所以为什么委内瑞拉股市会涨成这样？因为这些钱要来美国要大举投资，我们就讲全世界是去大举投资美国，美国是要大举投资委内瑞拉，对，所以那股价好嘛，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你看我们最近已经跟川普重新搭上线的伊隆马斯克，你看伊隆马斯克怎样？第一个时间他说，我跟你讲，你们委内瑞拉没有错，可能你们第一个时间，因为我们入侵委内瑞拉之后呢，我们把你的基础线都打掉了，所以委内瑞拉现在没有通讯啊，那没有通讯没关系，伊隆马斯克就说，我现在的 SpaceX 的星链呢，免费让你们使用。对，我们现在呢，让你们2月3号为止都可以提供免费的宽频服务。不要忘了，我们之前常讲一件事情，美国在哪里，星链就会在哪里。是更直白讲啊，美金在哪里，对，星链就在哪里。我就跟你讲，这个讯号太明显了。这个不就是让委内瑞拉人民开心吗？我以前上网还要钱呢，现在我上网不用钱呢。
免费可以上网哎，所以那赵尔，这不是就是川普利用这个所谓的伊隆马斯克在收买委内瑞拉人民吗？对，至少你到2月3号之前，你上网都不用钱，而且我上网可能比以前还要快了。对啊，对，而且很多地方没有办法上网了，我现在都能上网啊。所以我跟你讲，这样的话，当然让很多委内瑞拉人民都认为说你这也是川普入侵的好啊。所以我讲，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就是我们今天讲大家最有梗的嘛，就是 Viceroy 这件事情嘛。好，你看，这是这个卢比欧，你看被用上了这么帅气的脸，而且这是我们其中抓的1、2张，网络上面超多这种类似的，已经被搞到翻天了。对，没错，你看这么帅的一张照片哈，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一次的力主要打向委内瑞拉的就是这个 Viceroy， 就是现在的 Viceroy 就是卢比欧嘛。那现在因为我们讲川普他现在没有时间管这个，所以他现在传言就是说，未来这个委内瑞拉所有石油产业或者重建，可能就由卢比欧来担任一个总督导。好，那我就跟他讲，那这个字啊，我们查了这个单字，就代表君王在外国行使权力嘛，就君王就是谁？当然就是川普嘛，行使权力总督，那就是 Viceroy， 就是我们的这个卢比欧嘛。Viceroy 就是什么？就是过去就是这个样子。对，没错。所以卢比欧就是那个样子。对，好，那我们就讲嘛，这个字源自拉丁文的 vice 嘛，就代替嘛 ，roy 就是这个国王嘛，就代替国王这个意思嘛。那我就讲，过去一段时间是啊，这个字最早出现就是在西班牙。西班牙当时他们不是最早到北美去殖民嘛，后来到中南美去殖民的时候，当时就是用这个 Viceroy， 所以我们讲当时西班牙在中南美洲有非常多的这个 Viceroy 啊。好，现在当然现在西班牙已经没有这个所谓总督，但是现在这个字重新再来，而且新的 Viceroy 就是这位帅气十足的卢比欧。好，所以这就是代表着美国要殖民委内瑞拉。好，这是当然是媒体的解释是这样子的。好，不过我跟他讲，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的确对委内瑞拉来说他们经济会大举的突破。为什么大举突破？你看，因为这几天的时候，不是前一阵子不是美国封锁了这个委内瑞拉，你石油都不能够出来吗？对。但这几天，突然人家就说，有好多架这个原油的船就出来了。哦，1月5号哦。对，没错。是轰完之后，1月5号开始用这种所谓的航舶，对，没错，监测，这么多。对，你看没有人拦吗？这 Veronica 号啦，然后 Vesna 号啦，然后 Aquaria 号啦，全部都出来，这么多都出去了。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委内瑞拉过去一段时间被美国封锁，美国封锁之后，所以你卖不出去，没有办法有收入。现在我让你出去，那你出去来说，当然对委内瑞拉来说，他们终于有可以这个卖出去，可以赚钱嘛，哈。但是人家卖出去的时候，人家就说，那这个当然是一定是美国核可的嘛。那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有一些船呢，搞不好要运到中国去，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美国已经打开了这个航道让你去运了嘛，哈。那连带的是什么？连带是我们就讲这几天其实美国股市里面来说，有一个类股大涨。那就是石油类股，你看雪佛龙来说，你看从它开始入侵委内瑞拉到现在为止，你看股价大涨，到现在为止来说，这几天已经涨了10几%了。雪佛龙是个超大型的公司，它居然股价大涨到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雪佛龙是在委内瑞拉入侵委内瑞拉之前呢，美国唯一允许就是他已经在委内瑞拉有投资，那马杜罗也说你可以这个卖到美国去，所以他是唯一当时在开战之前他还可以运输的哦。那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因为他也怕会被波及，所以他就没有敢运。但是现在已经 OK 了，所以他现在又开始恢复出口，所以这样对雪佛龙来说股价大涨，尤其是他在那边投资最多，所以第一个时间来说他已经优先受惠，所以等于是他股价就出现一个大幅上升的状况。而且我们为什么会突然是要这样说？你看哦，今天雪佛龙它的股价冲得非常高，对，同时什么？雪佛龙马上说，各位回来呀！对，现在假期结束后，赶快召回所有人。是。回来干事了，我们要赚钱了。所以我就想，这个也是川普一直说，川普一直跟他说，你们大型的石油公司赶快进去吧，赶快能够弄多少就弄多少。所以现在等于是他的这个原油会开始大幅飙升。我就跟他讲，委内瑞拉它的石油蕴藏量是3000亿桶。3000亿桶，但一天只能够卖90万桶，这实在太少了嘛。所以我就说，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这个至少未来这个90万桶能往上飙升的时候，所以你知道现在委内瑞拉人在想什么？如果我们这个3000亿桶可以完全的开，这3000亿桶比沙特阿拉伯还要多沙特阿拉伯觉得这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是啊。沙特阿拉伯都可以变成是这样子啊，人民都那么有钱，我们委内瑞拉也可以啊，所以他们委内瑞拉都在做个梦，所以我就说川普为什么要一直讲这个件事，他要让委内瑞拉人民有这个梦想嘛。而且他哪有那么快的事情？1月3号轰完，1月5号船只就默默已经出了。你川普的动作也太快，你满脑子都是赚钱，石油啊，都是石油，都是 money。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不是只有雪佛龙飙升哦，事实上你看连艾克森美孚石油，
还有包括康菲石油，这是美国的前几大石油公司，都涨幅在打完了第一天涨5%、2%、3%，这都是大公司涨了那么多。所以你看，川普就说什么？我们要派出美国规模最大的石油公司啊，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进入委内瑞拉，投入数十亿美金修复这个严重受损的这个基础建设，石油基础建设啊。我跟他讲，这个对委内瑞拉多重要，你知道吗？因为石油你挖一个井之后，如果你没有继续投资，它产量会越来越少。对，因为你会越挖越深，你必须要继续投资。但是所以呢，美国继续投资之后，可以让它这个油全部都挖出来啊，挖出来之后，然后就大举的往上升的一个状况。那你知道，事实上为什么美国要拿下委内瑞拉？我跟他讲，事实上油有分，主要有2种，一个叫做清原油。我们不是常常讲到德州清原油吗？清田原油。对，美国的墨西哥湾就是清田原油。美国主要产的都是清田原油哈。清田原油可以用来什么？可以，譬如说我们用的汽油，然后航空用油，甚至是一般的塑化品都可以用这些。但是重油主要要做什么？赵你知道重油要做什么？重油就是我可以分解出来，我也可以当成是一般的石油，但是我分解出来之后会比较贵。但是我可以做成2种东西，一个就是沥青。对，沥青沥青呢？很多营建都要用沥青嘛，对。还有另外第2个叫做润滑油，润滑油主要也是重油提炼出来的。对，就是这种油，对，这油稠稠的，然后很难弄的。它的含流量比较高，对，那它杂质比较多，所以一般我们就讲这个弄出来就是我要用成沥青嘛，对，或者说我要弄成是所谓的这个润滑油嘛。所以你看，我美国这样，我不只拥有清田原油，我还有重油，所以呢，我不是全世界最多的嘛。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他拿下委内瑞拉真的是太好了一块拼图嘛，石油帝国来了，石油帝国就来了。所以现在委以重任是谁？就是我们未来的 Viceroy， 就是卢比欧，你未来要把这个石油给我好好的搞好的一个状况。宇轩，现在全世界都想问一件事情，到底是谁把马杜罗给出卖了？出卖之后，川普的石油帝国都已经建好了，大家想说一定是马杜罗身边最信任的人，你搞一大堆，结果没想到现在传错是什么？就是当时的副总统，就是现任的总统，现在传出什么？就是他卖了，而且你看到哦，中国直接讲，在美国的马杜罗，没想到副总统只扛了1天，就带领全国人民投降了。林宗伟也觉得就是你，就是你。赵，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已经掉入美国的圈套。为什么？因为美国就要跟你玩这个嘛，谁是内鬼之川普版啊？你怀疑我，我怀疑你，大家谁互相猜忌怀疑的时候，不好意思，美国老大哥掌权。为什么？因为理由很简单，本来呢 ，Rodriguez 大家一直认为说，你老爸是谁？你老爸以前是左翼游击兵的哦，他爸爸当然是被美国抓起来严刑拷打致死的，他应该反美到底啊，恨死美国了。对，所以他第一时间有没有跟美国叫嚣说委内瑞拉主权不可侵犯？那个马杜罗是我们总统，就第2天马上干嘛啊？合作啊，对了，我代理总统。就大家我讲，你自己想想看，美国乐不乐见这样的发展？乐见嘛？中国是不是不乐见？说副总统只扛了1天，怎么全国人民投降了？来，那照我反问你一件事情哦，他对于内部他需不需要交代？要，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呢，内部是不是还有一大堆马杜罗残余乐党？是不是国内还有一些反对势力？所以他当然至少给这样要演一下嘛。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美国这时候还给你吹风，吹风说什么？来，他说早就已经在高层各种的退路，而且有稳定的讯号源。换言之，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会去打马杜罗，会去把马杜罗抓起来，那是因为在政府部门高层里面。早就有人有恶心，想要篡位，想要把马杜罗给卖掉嘛。对，那个铜板敲不响啊。美国行动之后呢，副总统这 Rodriguez 马上浮上台面，成为华府的主要对话窗口。而且川普说，我刚了解，他刚刚就职，而且呢，他会做让美国再度伟大的事，让委内瑞拉再度伟大的事。所以代表说这一个东西。早就已经内部有里应外合。好，就讲完之后，那你说宇轩，那你现在讲的这个不对了，为什么？你刚才讲说这个 Rodriguez 都亲美啊，他都跟美国好啊，那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现在委内瑞拉一堆武装民兵，你知道在干嘛吗？在清算斗争。开始跟你说，来，手给他贴出来。你有川普的，把他带回去，我就被抓走了。对，亲美派都被都要死。对，那人家说很奇怪啊，他怎么会在扫荡亲美呢？来，我跟各位讲这是美国要的，为什么？今天即便 Rodriguez 是美国的人，但是呢，他还是要给他表忠诚，所以他放这个话之后，变成是他没有台阶可以下，我变成美国人的叛徒了，我变成是美国人的间谍，委内瑞拉的叛徒，所以他自然要大动作做这件事情。再来第2个，来赵尔。他们有我们讲国防部长跟他们的内政部长，你知道这2个人都是谁吗？都是马杜罗的人他们2个在谈判过程当中，你知道 Rodriguez 坐在那边对不对？对，跟美国谈嘛。对，他们2个也坐在旁边。
他哪敢动静啊？军事实力还掌握在马杜罗他相关的这些亲属手上。但是我跟你讲，好笑在这边，你看哦，来到了晚上的时候，这是最近，你知道委内瑞拉人民吓坏了。这个地方就加拉加斯，本来还以为说什么美军又打来了，来你看，防空炮，我们真的以为是什么美军的第2波真的来了。对，防空炮出来之后开始什么，外面一大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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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对，开战了。对，有防空炮，然后又有机关枪，又有重机枪，然后一堆民众呢，就是说惊慌失措这样跑，吓坏了。就你知道吗？因为他原本传出的消息说有无人机飞过总统府，本来还以为说美国要再度攻击，是不是 Rodriguez 向上人口不保？就后来造了乌龙一场狗灰，你知道是什么吗？全部都自己人。嘎吉狼，对，就是比如说我是警察，我在飞无人机，吓到军方的人，有没有搞错啊？然后有人说是民众，不是民众，委内瑞拉也太乱了吧！现在草木皆兵，你知道吗？被美国人吓到说曾经被抓过之后，然后现在都吓死。你看哦，晚上军队开始跨了欧亚的亏钱甚至是有军警就开始大规模在旁边我们讲的封锁。为什么？他们很紧张嘛，不知道说美国会不会再动。但是这时候反而有一个人chill到不行。来，照我跟你讲，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个男人，这个人是谁？马杜罗，你知道为什么？下了美国之后，你有发现每一张照片他都有一个动作，比赞，对，很像去观光的。新年快乐！对，他都无所谓 Happy New Year！ 因为至少他人头保住了嘛，对，他没有被斩首，所以你知道吗？他在法庭上还在皮。新闻侧写就讲说，这家伙极度的戏谑啊，然后充斥着我们讲强烈的个人主义跟幽默感，他就开始法官就问他说，马杜罗，你对于这个 narco terrorism 毒品恐怖主义，你认不认罪？你是在犯罪，你认不认罪？马杜罗说：“我是 president， 我还是现在我委内瑞拉的 president。”他就开始一直在那边皮，耍无赖，说我没罪啊，我还无罪啊，你们是怎么绑架我？你们逮捕我，然后搞到后面，你知道吗？他律师受不了，因为他一直在那边我们讲耍猴戏，律师就说：“你 shut up， 好不好？”他还用什么？他用手这样子，对，比一个嘴巴，对，你给我闭嘴，对，你别吵了。你知道他干嘛？真的拿了一个笔记本，对，然后里面呢有一支笔，对，然后他就刻意的呢装作没有事情笔白写完之后，法庭上就要回归嘛，他就这样夹在自己笔记本里面，想要偷带进去，对，他是要带回去监牢里面嘛，他干了美国法院的笔，对，离开前还把纪念品给带走。我现在想说，你开玩笑，你又不是黑帮。你又不是什么我们讲的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你在里面要械斗，还是要防身，是不是？但他就是习惯性的就把这个我们讲的笔直接偷偷这样拿回去，然后走之前他还在继续叫说我是被我们讲的非法逮捕了，然后旁边人这个观众席直接呛他说你就是违法选举出来，他说我是合法的，还在那边跟观众叫嚣。所以各位啊，你看看这个状况，委内瑞拉乱成一团了，这家伙在法庭还在自得其乐。廷伟，这一次的画面真的是让大家吓死了。游街示众，这根本对马杜罗真的是完完全全羞辱式的。对，这是川普典型的做法，他就是要什么？要大家看清楚这位独裁者的真面目，然后呢，用游街示众的方式，让民众可以拍得到他，然后让记者都可以看得到他。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重大的一个宣传战。你要知道，他基本上也不会被判死刑，但是呢，就是无期徒刑，然后呢，要面对美国的法院。所以呢，他要让大家眼睁睁看着，特别是中南美洲这些左派的领导人看清楚，你到时候你的下场可能就会跟马杜罗一样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位副总统真的有可能就是美国所策反的。美国通常来讲，在接触各国领导人来讲的话，执政党、反对党还有相关的潜在的政治人物都会去接触。对，美国人做事情不会那么的那个青菜，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号人物，你知道，这个副总统他曾经留学过法国，对，曾经他也跟马克宏非常好，对，然后他是研究所谓的这个劳工法的，特别是他也是律师。如果说他是个律师，现在他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又可以兼石油部部长，就是掌管整个国家的这个石油。对，然后另外来讲，又是一个跟西方曾经流过血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你觉得过往来讲，美国 CIA 不会接触到他吗？应该都接触过。所以到最后来讲的话，到底是谁？这个当中来讲，计中计，谋中谋，有所谓的阴谋论的东西出现来讲的话，就非常清楚了。对，而且他现在来讲的话，听说什么要整肃一下内部委内瑞拉里面亲美势力。
请问最大亲美势力可能就是他了，就是因为他跟自己了川普之间已经达成协议了，所以为什么川普可以那么的很信任说，我今天直接就派卢比奥担任类似总督的这个概念，对我直接去治理这个委内瑞拉。其实关键就是在于说，委内瑞拉要有人配合嘛，你没有人配合的话，我任命这个卢比奥没用啊。对所以这个代表可能事情都已经敲好了啊，就是等着大家那个马杜洛来修理马杜洛。这也挺会。今天一个最关键的事情，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川普正要搞什么？西半球，老子就是王，我就是皇帝。他真的要把这个真的完完全全西半球成为王之后，石油霸权全部都拿出来了。不止西半球啊，你看到他现在要格陵兰，不好意思，格陵兰现在目前是丹麦的国土哦。如果格陵兰，它不在西半球，格陵兰它也是北大西洋了哦。它这个跨北大西洋过去来讲的话，它要统治整个全球了。为什么呢？你知道，今年就是美国250周年的国庆。对为什么呢？因为1776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这什么概念？川普希望历史上留名，他要做的比华盛顿可能做的更加厉害的，也就是说，他是变成中心少主就算了，对他现在就是要媲美华盛顿，媲美这个过往的这些有名的美国的总统。今年要干大事的。对他为什么今年要干大事？因为就是代表美国不止重返了这个所谓的霸权地位之外，另外他扩张土地嘛，所以你看到他一上台之后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他也不管你到底是不是美国门邦，对反正我美国最大，美国利益最大，所以我摆在最优先。所以我今天来讲，我也不管你委内瑞拉什么马杜洛什么委内瑞拉的领土主权什么鬼的这些东西来讲的话，他完全无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丛林法则在国际社会就是讲什么，谁 power 最大，谁的拳头大，拳头大，谁讲话就比较大声，大家就会害怕。那害怕的时候，当然这时候他的予取予求，他的要求大家都会答应他。所以现在其实他是在什么敲山震虎，他真的是在做给中国跟俄罗斯看的。对，如果你们今天来讲的话，你不配合我的话，你们或许未来的下场是这样子。但是我认为川普的野心不是仅此于此而已，他要历史留名，他不是只有要诺贝尔和平奖而已，他要在美国250周年的建国的这个周年纪念当中留下历史上的一笔。那一笔是什么东西？当然不是说侵略其他国家，重点是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外，让美国可以永久的获得它的霸权地位。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